好，这个教程是量体裁衣制作平裁倒大袖小袄，工艺是一个是衬里，然后单滚边，然后盘扣，葫芦扣 ，OK。好，面料的选择的话，我这次用的是纯棉的面料，然后这是反面，这是正面。我们先把面料正面向上铺开。然后沿布料长度的方向进行对折，整理平整。好，量一下我的这个宽度，这个是布料的幅宽，折叠之后，这是长度，这是幅宽方向。好，这是正面，这是布料的反面，大家不要搞错了啊。然后这样的对折，也就是沿着布料的幅宽方向再进行对折，这样就有了4层。这是布料中心点，这是间斜线4层啊，1、2、3、4啊，上2层是前片，下2层是后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底边处把前片往下比后片多拉出一点距离，这个距离嘛，就是现在如右图所示的乳高。那乳高的测量就是像这样，沿着身体的曲线从肩线的中点处向下，沿着你身体的曲线，通过你的乳尖一直量到那个乳下围的位置，再减去那个绿色的线，那么就是不通过你的乳房，直接从侧面量到乳下围的位置。面料折叠好之后呢，我们把它的几个折线全部熨烫平整，然后在距离底边处，我们在第2层和第3层面料如图所示啊，看我手指的地方，我们画出与前中线、后中线平行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短的平行线。那这个现在的靠近我人站的位置的这根线，是我们的那个前后中线。那我现在划好了，就是第2层、第3层上划的这个距离是相等的啊，它们两个是相等的，一般是在1.5到2厘米之间。如果是弹性面料的话，你少一点，弹性不是很好的面料的话，你可以多一点，好，就是这样。而且根据你的这个裙长的长度，这个也是会有一定的改变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我们之后偷金做准备。好，然后我们捏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布料中心点，布料中心点是不要移动，然后这样抖。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前后中线。我们原来这个熨烫过后的痕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这个中心线前后中线已经移位了，现在是由新的点形成的中心线。那么如果以我们的布料中心点为圆心来看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前后中线啊，它进行的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旋转啊，因为我们的中心点没有变啊，大家体会一下。好，依然是1、2、3、4层，大家看一下。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第1层和第4层也是进行了一个以布料中心点为圆心的一个旋转过程。那我尺子比的这儿，这是我们内层，你现在看不到内层的面料现在所在的位置，它与外层的这个面料啊，就是第1层、第4层的面料，它有这么一个大的夹角了啊。好，现在来画胸围线，先画胸高，胸高的测量请看左图。那么从布料中心点开始，沿前中线向下量取，胸高23.5。
胸高23.5。那配合视频教程呢，我有一个专门的量体表，上面会用文字说明各个数据怎么量，加多少松量。那我们现在画的胸围呢，胸围是我的整个这个衣服是按照16084A 的标准体型来做，所以它胸围是84，我加了那个6厘米的这个松量之后再除以4，就是我现在的胸围22.5厘米，就是现在要画的这根线。在胸高的位置垂直于胸围前中线的方向画22.5厘米。那么大家在左下角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制图的尺寸是怎么样的。好，一个叉，然后在胸围线画好了之后，我们以胸围线为中间线，在它的两侧上下分别画2条平行于胸围线的线，它距离真正的胸围线的距离为2.5除以2。这个2.5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教大家量的乳高。那这个乳高量出来了之后，我们第一个是要把我们的前片多拉出来这么一点，比后片多拉出来这么一点距离。那同时在现在画线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真正的胸围线的两侧分别以乳高除以2，2.5除以2就是1.25，画成1.3，那么分别距离真正的胸围线1.3厘米的距离各画一条，两侧各画一条平行线，平行于胸围线，长度也是一样的。在这根胸围线往下画2.5厘米的这个乳高胸褶。好，这就是这2条新画的平行线，它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乳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新画的2条平行于胸围线的这2条线，我们把它就是直接折叠起来，让它重合起来。我们只折叠前片只折叠前片，这就是我们为我们的胸围留出来的这么一个量，只折叠前片。你可以用那个珠针来固定，也可以用这个就是用梳缝来固定像这样子了。OK。这样子，我们底边刚才为了这个胸褶，我们底边前片的底边多出来的这个量，你看现在就和后片就齐平了，我们把它折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珠针来固定。垫一根尺子在下面，免得影响到。好，我们垫一把尺子在这个这是一个小诀窍，垫一把尺子在前片上面，我们用珠针来固定的时候，这样子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弄到下面的2层布去。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在折这个折叠底部的时候，前片多留出来的2.5厘米的这个余量就已经转移到了这个胸围线上面去。现在前片后片就齐平了。稍微标记一下你的这个乳间距。我们的乳间距量出来是18厘米，再加2厘米的松量的话，那就是20厘米除以2。我们乳间距标记一下是10厘米的地方，标记一下，并不需要特别的处理。整理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画下面的这个底边线、腰围线、臀围线。如果我们做的是长起瓢的话，那这个时候下面我们就要开始画我们的底边线。我们腰高是38厘米，标记出腰高。我们这一款那个腰围其实是个参照，其实是可以不画的所加的松量呢，在我发给大家那个表上面呢，已经都写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总归是你量好了之后，再加4到6厘米的松量，并且在量的时候，你就要加一个手指进去量。我们这边加上松量5.2之后是臀围23.3。因为我是做一个圆弧形的小姐衣，所以这里有点缺是无所谓的，那个叉口是有起翘，所以你看到这里好像少了一块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标记一下位置。好，现在我们量我们的肩宽。肩宽我们量出来，加上松量除以2之后，你可以看我发给大家的表。先标记一下，先不要画。我们台肩除以2。台肩怎么量的？是19.5厘米。标记一下。这些怎么量我会给大家一个视频，同时我也有一个表给大家都可以看的啊。标记一下这个点，我们暂时不能去剪的，这是暂时标记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画大经线。画大经线，然后大经线剪开之后，我们把我们的透经做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画我们的侧缝来进行这个，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那我们大经线就要从这根线和上面这个是重合的，而它实际上的位置就是我们实际上的胸围线位置折叠之后，那我们从这根线边缘，它的胸围的头的端点处我们标记，从它开始往上量2到3厘米，这个你自己来决定就胸围线垂直向上2厘米的地方是我大经线的在侧缝上的起点。那我们计算前领深的话，我用日本的托索的基础制图法，我算出前领深是胸围除以20再加上3.5是我们的前领深大家记住，按照我们的胸围量出来算出来，这个是前领深是没加松量的胸围加了松量的胸围这就大了。就是你测量的时候，不管加不加手指头进去，你加手指头进去，你就按你加手指头测量的胸围算，但并不是你最后计算的时候加的那个松量
不然你这样算出来你就会大了。好，我们计算出来，我们前拧深是7.8， 7.8。我还要再往上走0.7厘米。是我往上走0.7厘米，是我领围的缝缝，我标起来。那你也可以贴着你画的这个地方来做，你也可以往下就是往下降1厘米来做你大经的在前中线上的起点。这样子做呢，你可以比较方便你做这个滚边。那你贴着做的话，可能滚边会稍微困难一点做啊，这个是随便你的。然后连接这个两端的起点啊，直线连接前中线的大经线起点和侧缝线的大经线起点，然后从前中线取10厘米2等分。好，也就是现在这个点是它的终点，也就是5厘米的点，然后向上画一个垂直线，2厘米的垂直线，2厘米。下面再把下面这一段去除10厘米之后，这一段3等分，在2/3处啊，就是靠近侧缝的这一点，再向下做一个垂线2厘米。像这种辅助线段，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做成什么样的弧度，这个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你是可以稍微就是你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的啊。好，先把这3点这一点我画成1.5厘米吧，不然太高了我想。好，把这3点用6字尺的弧度3点连起来。好，然后再把下面这3个端点连起来。保证你画出来的是一个平滑的曲线。OK， 因为我们做的是导大袖，袖口比较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剪第一层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划一个辅助线啊，就是避过你的袖口，在你预计要做的袖口下面。不能剪得太上面，这样你导大袖的袖口就没法做了。好，然后沿着这根线只剪第一层，从这根线一直沿着刚才画的这个曲线，一直剪到这个前中线的这个大经的起点为止。然后继续沿前中线向布料中心点方向剪这个距离的2/3，不要剪到中心点啊。好，我们剪开了之后打开看到这里，这是我们之前偏经体尾造成的这个缝隙。我们现在在这个已经剪开的这个大经前片这里往下，剪口这里往下标注一个2厘米的一个距离标注出来，然后把上片往下拉来这2条线重合，外层的中线和里层的这个中线重合，它其实是相对于这个布料中心点的这么一个进行了顺时针方向的一个旋转，这2条线里外就重合了。在间斜线上重合。我们这边剪过来之后，刚才说的剪到一半2/3处，不要剪到这个布料中心点顶点，留出来一定距离。在第2层剪开的这个地方我们把领圈的加了缝缝0.7厘米的那个缝缝0.7厘米那个缝缝那个点，我们标记出来。
好，我们在第一层领圈处打一个 Y 字形的剪口，1刀，然后侧面再剪1刀。好，这是 Y 字形的剪口，注意不要剪来超出你的领宽了。然后第二层我们在领圈处再剪1刀，注意不要剪得太长，超出领圈范围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第一层这个地方往下拉到2厘米，刚才标记出来的开襟处顶点往下2厘米的地方往下拉。好，我们把它拉平了之后，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呢，一定拉到这个2厘米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旋转的超出了大概0.6厘米啊。然后把这里翻折过来，我们熨烫平整。同时我们第二层这里也皱了起来，那我们刚才不是打了个剪口了吗？然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布在这个剪口的地方可以进行交叉，然后保证我们这个领圈内的这4层布是平整的。通过这个剪口来完成的，这一步很重要，大家操作熟练。好，这里有一点皱起来，到时候我们用熨斗来把它归进去，就是高温把它给纤维收缩它就不会皱起来了。好，我们稍微喷一点水。好，我们用珠针把这里固定住。就是如果你的开襟刚才讲过，你的大襟开襟如果是在领圈你往下挪了1厘米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2厘米了，稍微少一点也可以，这个自己掌握。第二层的这个布料我们再整理一下。好，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部分领圈这部分的4层布料，一定是给它在保持布料中心点不变的情况之下，一定这4层布料是平整的。那不平整，我们看我们剪了剪口，把它交错起来，把它弄得平整了对吧？然后不够的地方我们打了剪口把它拉开用熨斗把这4层布先理平整了，然后再把它熨平整。那稍微还有多的地方，刚才说的我们都把它给归进去。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间斜线就不再是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直角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尺子和前中线是垂直的，你看它有一个空的地方，刚才我们合拢的这个缝隙就是我们偷金的这个量这里多的地方我们一点点水，你可以用刷子来刷不要弄太多，一点点的给它归进去你需要归哪里你就拿小刷子刷哪里，你喷太多了也不行我这个纯棉面料会比较好操作一点，你用丝绸什么面料的时候，你一定先试一下温度，不能把面料烫坏了剪一小块边角，你试一下温度。这步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画我们的侧缝、袖口以及我们的这个领圈线。好，这是我领口偷金完成之后，整理平整之后，大家看到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把第一层的上层面料我掀开，大家看一下，这是在那个胸围线的侧缝顶点这里是这个样子的。看一下，免得你在做操作的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你看一下这张图，你对比一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对了。
好，这个呢是我们看一下，我把第一层面料掀开，我们看到在第二层的面料上有3个蓝色的标记线。那么最左边的这个标记线是我们的加了0.7厘米的缝缝之后的我们要剪的这个领圈的时候，也从这里开始剪。那么中间的这个蓝色的标记线呢，是我们的实际的领圈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左边再多画一个0.7厘米的在左边再画进去0.7厘米呢？因为我们要给我们上领子的时候要留缝缝，所以说实际的领圈线是在中间这个点，这个蓝色的短线这里标记的这里啊，大家不要搞错。但是你就不要沿着你实际领圈是哪里，你领深啊，刚才不是算了吗？实际的领深虽然是在这个中间这个点这里，你如果沿着这里去剪了的话，那么这个领圈就大了，因为不然你到哪里有余量可以有缝缝可以去上你的领子，你势必要朝外走，那么你的领圈整个就大了，就不对了。好，那么最右边的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我的这个大筋的这个开筋处的这个线。那么我是比这个实际的领圈线，我还再往下面走了1.5厘米的样子，我想多留一点空间出来。那么所以我往下走了。这个你也可以把就是实际的中间这个点，这个领圈线作为你的开筋点啊。这里大家在心里面再过一下，为什么要这样？你实际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你在包边的时候，你的领圈的线和你的开筋的线几个点都凑在这一点的话，其实有点不大方便你来包啊，那个地方就会特别厚。那么你往下一点呢，你避开这个领圈线的这个点的话，那你可以做的会更加的平顺一些。好，然后我们珠针固定住这一点。第一层的面料最下端可以看到，在那里有一个不是很明显，我往下拉了2厘米的啊，大家看一下，我继续往下拉了2厘米。至于往下拉多少厘米，刚才我也讲过，如果你的在前中线的开筋线的起点不是在你的实际领圈处的话，那么你可以不用拉到2厘米。但是如果你布料够的话，你也可以多拉一点。其实就是开筋的地方，就是眼睛量、偷筋量多一点，其实也更好。但是这个你肯定要在操作当中慢慢的熟悉，然后根据面料还会有不同的选择啊，这个自己领会一下。好，这个呢是我把就是领圈处那第一层啊，上层面料的第一层我掀开，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第2层不是剪了一刀进去吗？在领圈里面，因为它有褶皱，剪了一刀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最终它第2层的面料是有一个在剪口处是相互交错的，大家看一下啊。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剪，不用剪的话，你可能操作起来，那你就会拱起来。那么你把它多余的面料，你总归要把它理平整啊，按照刚才说的布料中心点不变的原则，然后再把它第2层面料在领圈处这个地方有多余的面料，你把它捏起来，捏其他地方理平了，捏起来的那个地方你给它折过来，拿珠针固定，并且用熨斗把它压平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剪一刀进去，让2层面料相交错，那么使它变得平整，这也是可以的。总归你注意，你如果剪进去，你的剪口，不管是第1层还是第2层剪口，都不要超过你的那个领圈，而且是你加了缝缝之后的领圈，不要超出去。那么我之前也会给大家那个大版的那个图的那个表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啊。好，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处理好了之后，我们把它翻开，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来拔胸，我们现在要来拔胸，怎么拔呢？我们这里已经把它用别针别好了，这边多出来的这个量，就是我们要把它做龟波处理归进去的量，在侧缝上面这里归进去的量，不然我们前片就会多了的侧缝就会多2.5厘米。我们这里先标记出我们的这个乳点，按照距离前中线的乳间距，我们给它用别针给它别好。好，我们乳间距这里距离前中线这一段
固定住啊，不要动。然后我们现在把上下这两个部分不要动，然后我们把下面打开。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上面这两层，也就是我们的前片啊，在侧缝上这里打开哈，多出来的这一段，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乳点，把这一段把它给它归进去，归成平的。这归的难度不大，因为只有2.5厘米的余量，我要把它归拨进去。但是也就是要根据你的那个面料，不同的面料它归拨的难度会有差别的啊。这个你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你要慢慢来的。不能着急啊，这就是所谓的归啊。你看现在这里是皱起来的，我们把它归平一点点的，让它的纤维和纤维之间，就是经纬之间的距离变小啊。现在本来是皱起来的，我们要把它归平整啊。前面从胸点乳点到前中线这一片，我们就不要管它。好，这里不要动，这里不要动，只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把它归进去。而且所谓归进去，就是你不要让它褶皱起来，不要有褶皱，是平的啊，不是说你把你的布熨烫出个褶皱出来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我现在做的这个是2.5厘米的乳膏，如果胸围比较大的女性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选择稍微有弹性一点的面料会好。啊，这一点我们不要动。一层一层的归。纯棉的就比较好弄一点，比较耐高温啊。用刷子刷啊，我这里是用喷壶，你最好是用刷子刷，要归哪里弄哪里。现在我们因为要保证上下两端都不要动，所以我们还是用珠针把这个前片的下部这里固定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要归拨的范围其实只集中在就是胸围那附近啊，上下的都不要动，所以我们拿珠针把下面的布这样子固定一下。好，上面肩线的地方靠近肩线这里固定在这个开肩线这里。就在这个胸围线到我们下面就差不多我手那个位置，把这里给它归平了。我们胸围线以上的位置，那前片我们也是固定了的，刚才看到。好，我们先做下面这一片吧，先把下面这片归好，再来归上面这一片。我现在是反手在做，为了录影的方便啊，有点不方便。稍微把布料弄得稍微高起一点，然后抹水之后，然后把它高温向下轻轻压平，就这样一点点的把它归进去。
在侧缝线以外，大约你估摸一下，侧缝线以外你都可以不用太管它，就不用管它了。这种大片的地方你喷壶喷水啊，那就是你新手的话，你还是拿那个毛刷子一点点的刷，归哪儿刷哪儿啊。不能烫出折痕来，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往下压。主要是在侧缝线这个地方，皱的。你看差不多平了。第二层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龟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折起来了2.5厘米嘛，那如果我们不把它这2.5厘米给它归掉，就是给它归零，那么你和你的前后片就不会符合了，一个就会前片就会多2.5厘米在侧缝上面，你后片又少2.5厘米，你就没有办法缝合，所以说这是我们归的目的啊，大家要明白，要把在侧缝上的这2.5厘米给它归掉。那你不能只归这根线上呀，你要让它有一个圆滑的过去。这个地方的处理呢，其实就是直接从胸点处往侧缝处捏一个褶出来，然后用这个褶把这个褶给它就是多出来的这个地方给它折平，做一个侧缝褶，直接加这么一个侧缝绳就可以了。特别是对于对于胸围比较大的女性啊，这个做起来其实靠近50年代左右吧，都比较流行的加侧缝，因为毕竟加省这个是现代制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让衣服更符合人体的曲线啊。你看这些皱起来的地方，就需要把它运下去。你再注意，再次强调，注意你归是完全把它归平，不是把它压出一个折痕来，貌似归平了，实际上它还有个褶皱在那里，是不对的。我们龟波就是因为用高温来改变经纬线、织物经纬线之间的距离，龟是让它距离变小，波呢是让它距离变大。有了折痕，这就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这个因为是短款的小姐衣，所以在胸部的处理相对而言龟波上更基础一些。如果你做长款的旗袍的话，上面的胸部这2层，这里折起来的地方还可以再往前中间还要突出去1到1.5厘米的样子。通过这个方法呢，让你的整个胸部更加的成型。但是也会有更多的褶皱了，也是需要把它归平。这些褶皱你要把它归波平整。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把这里胸这里往外拉往超出你的前中线啊，
那么你的后面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呢，你就要往里面进1厘米啊。看人体的曲线，胸突出，腰要缩进，那这些又有新的那些，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做。那注意你在这样操作的时候，你做的只是前片啊，后片归后片，前片归前片的。好，前中线这里我们把它向外拉，突出前中线1厘米，好，出针固定。这样我向外拉出来1mm，你看这边拉出来之后，这里都有点皱。出针固定。操作面板上呢，你最好铺一层像这样子的布，这样方便你进行操作。然后在腰围线上，你要朝里往里退出去1厘米的样子，然后在下摆的地方再回到我们的中线上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对后侧产生就会有这种褶皱继续产生。这个时候多出来的褶皱，你就要用龟波来把它做好。那这个龟波过程就跟刚才一样的，底摆的地方保持齐平前中线保持齐平。好，这样子就可以看到胸部突出，腰部进去，前片腰部进去，再到底边，再保持与前中线的平行，前面领圈这里也是跟原来的前中线一样不变的。好，我们尺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胸部向外伸出1厘米，腰部向内缩进1厘米，然后底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前中线平行的齐平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因为这个操作导致了最后方继续有很多不平准的这种地方出现，那么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我们用熨斗把它给归平的地方。通过龟波的方法把它给做平。不动的地方都用珠针在操作台上将它固定，其他地方你就慢慢的归了，像这些地方就是要慢慢的都要把它给归进去，一点一点的来。喷水，这种大面积的地方你喷水，细节的地方你用刷子来刷水。那这里有点褶皱，我要把它熨平。
布料在湿润的情况下比较容易龟波啊。总之上2层一定要把它给龟波平整啊，就是前片上面的2层。这个是个慢活儿，你得慢慢来啊，不能急。好，我们把第1层翻开，胸点这里是固定的，第1层翻开，我们把第2层先给它归进去，归平。这特别注意要保护面料啊，这个地方因为是袖子，所以要把它归平。胸乳点先固定住，先不要放，最后你再把那里放开。就是乳尖距那个点啊 ，BP 点。这里比较多，要一点点的来。归的时候是从上，你弄出一个小小的凸起，然后从上往下用高温一压，就把它给压来，纤维就会聚拢了。你不是你，然后再稍微推，就是再稍微动一下来固定，那不是把它推开。你这样子不停的推的话，那其实是因为你现在看上去比较远，我怕你们有误解啊，是从上往下的压。第一个动作总归都是先下压了，然后再平一平，压再平一平啊。就是大家可以用块小的面料，你自己试一下，把一个褶皱这样子把它给压平，弄起来一个小小的凸起，你把它压平，然后就是让整个面料的宽度变窄了。你可以操作一下，体会一下这个龟波里面的龟究竟是怎么回事。第2层差不多好了，我们现在来归第1层，再喷点水。
两层一起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有折痕。因为两层一起做的时候，特别要翻上翻下的检查一下，不要上面烫好了，下面又被烫坏了。归道比较集中在这个胸点，就是我们把胸点这里的这个珠针去掉，然后我们拿一个这样，就是就像我们胸罩里面它有这个泡沫，你取出来，或者你专门买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胸围或者罩杯买，垫在第二层的这个下面，在胸点对准乳尖点啊，垫在下面，再把布抹平。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现在这里还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我们来归波，把这些不平的地方去了归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再进行进一步的归波。乳尖点要对准这个模型的这个乳尖点，相互对应啊。这个时候就围绕这个胸部的这一圈来进行归波的处理，归的处理，就是要把整个胸的形状给它熨烫出来。这只是一个辅助其实上一步你差不多也可以了，但是这样子做了之后会更加的成型。翻开看一下下面，喷点水先把下面这层归好。之前我们固定的地方都还依然固定着啊。
好，把第一层放过来，再整理一下，看看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工啊。这里有多的，你看开襟的地方这一部分需要归进去。这里的量比较多，我们尽量的把它都归进去啊。好，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这里已经平整了啊，跟刚才相比啊，这里有点拱起来，这个不用管它，因为那里我们是剪不到的啊，是在我们袖口的下方的地方的，这个你要自己看你自己到底怎么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好，我们把上面这层翻过来盖过来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画我们的侧缝和袖。那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底边线在这里，腰、胸围线，在刚才的处理当中有点模糊了，你再标记一下。盖过来之后对齐，在那个第一片的上片处，以同样的位置把胸围线的点我们标记出来。OK， 我们胸围线在这个地方啊，标记好。我们大襟盖过来之后，标记的之前的侧锋上的起点在这里，胸围的点在这里，腰围底边在这里。那么我们重新量出我们的台肩啊，肩宽啊，根据刚才的图，我们左方的图你再看一下啊，
我们根据我们公式计算出来，我们台阶是上臂为手臂自然向下，然后量一圈，就是最粗的那个地方量一圈啊。我们的台阶算出来是34，然后我们再多加一点松链。因为这个岛大秀身体本身已经比较瘦了，台肩部再紧一点就有点没法穿了，所以我个人是加5厘米的松量。那所以它的这个台肩34加5，然后最后再除以2。19.5啊，从肩宽处要平行于现在新的这个斜的肩线，19.5，我们标记，打个10字，标记一下它在哪里。我们再往外再画一个19.5厘米，我们连起来做一个辅助的参考线。把台阶线也画一下。这是台阶加上松量之后除以2的值在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胸围线边缘我们把底边线做我们前中线的平行线出去，根据底边线的最远处来做一个参考线。我们胸围线在这个地方，相当于我们把胸围延了一点出去，但没关系，实际上我们这里是要有一个容量，我们来画袖底线的。现在这些都是辅助线。然后我们再标记一下腰围线的位置啊。那我们现在等于是要先画一个导带袖的袖口，我们先画出来。好，我们把这个胸围线在这根底边线的延长线的辅助线上，我们标记出来胸围线和腰围线的这个位置啊。然后根据我们的面料，我们适当的选或者我们自己想要的袖宽，那进行适当的选择。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就是从台肩往下5到8厘米的样子。我自己选的是6厘米的这根线，6厘米，所以我现在把这个点标记出来之后，然后和我的辅助线和我的台阶线位置线的这个交点来连接。
好，我们现在来画侧缝线。首先，我们大经盖过来了之后，我们之前做的记号是我们在侧缝上的大经起点。那么这个上片的这个地方的起点是不变的。我们沿着这个胸部拱起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大经把它整理到位。知道我们的胸围线在这个点为准。那么以这个点为准，我们将这个点胸围线在侧缝上的点为准和我们的这个底边臀围线连接一条斜线直的斜线，把它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延伸到我们的画的这个台阶线的这个辅助线这里，让它相交。这里是我们的田阶台阶线，平行于我们间斜线的台阶线。这里是我们的台阶加上松量之后除以2。我们把这个交点和我们想要的袖宽的这个点连起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用一个平滑的曲线把这个腋下划过，然后把这2根线连接起来，然后在底边处做一个有起翘的圆弧，或者做方角都可以，但是是有一定起翘的。但袖口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划法，你用一根软的线，没有弹性的线，一边固定在我们的肩宽的地方，一边固定在袖口，然后这样子做一个顺时针的画圆弧，然后与这个我们刚才画的这个袖底线交接的点的地方，这样是可以的。这要根据你的面料了要看你做多长，而且要跟你袖口相关。如果你的袖口太宽的话，在袖底的地方就会比较短一点那你也可以直接用6字尺在这边缩进，你看这样子稍微缩进一点，1到2厘米，这个不一定的，你只要觉得你看上去画的那个弧度是可以的那么然后从这里开始也有一个用6字尺来这样子做，把这个尖角给用平滑的这个曲线把它连成一体。因为我不想把这里弄得太大。然后呢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3等分就是把底边线3等分，大概画一下。标记一下3等分的点，大约你如果是要做一个方角的话那你就在这边距离侧缝1/3处这个点这个地方，通过这个1/3的点做侧缝线的垂直线，然后把这个角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锐角把它给用平滑的线把它连接起来。那你如果要做圆角的这个侧缝的开叉的话，那你就像这样用6字刺在距离中线的1/3处这里这个点贴边整个的中线这里是圆的，就是中心线那个在一角的这里肯定是圆的，那你在中线的地方你也可以让它圆起来这个你自己去画
方角的话，这里就是垂直线，大家体会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到这边都就是 OK 的了，侧缝就画好了，剪好了之后打剪口。注意在侧缝这边要留缝缝啊。一般像这样的小姐衣，这个腰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腰线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叉的支点。这里差点忘了，这里做滚边的话叉口以下去掉缝缝。叉口以上一直到袖底这里要留缝缝先把缝缝画出来，用打板尺这样画。这个画缝缝你就要自己多练习了。你可以先画长的那种虚线，然后再把虚线连起来。好，开始剪。那么因为滚边嘛，所以底边没有缝缝如果你是有做那种单的那种有缝缝，你自己底边这里你要留缝缝，你最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就注意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剪的时候，你的这个长度就要多加1厘米记得把你的缝缝留出来。袖底打剪口该做标记的地方都打好剪口，做好标记。sorry。就是像这样子的话，有一种做衬里的方法，就是同样也把衬里的布折成4折的之后，但是不做龟波的处理，就这样子比着现在我们没有打开的这个形状，这个表布的形状，直接把里部的衬里剪出来。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有波胸嘛，到时候就是把那个长度给它里部的，就是衣长再稍微做长一点，下面做长一点。
然后这样子方便我们来剪啊。待会儿后面我也会讲到的，但是我们后面讲的方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做衣服有很多种方法，大家就是都可以灵活运用的啊。好，我们再固定一下，刚才固定的地方，我们把这个领口给它剪开。好，我们把前后片分别固定，把领口打开，然后我们要开始画我们的领圈了。好，现在我们把这边前后片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这样子给它拉开分开。现在我们来画领片，那怎么画领片呢？平常的领片，在我的微博上专门有一个视频链接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这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做。这是我们的肩颈斜线啊，大家看到熨烫出来的褶皱在这里。那我们刚才，我们配发的那个量体表上有标注怎么计算前领深和领宽。那刚才前面的视频，屏幕上我也写了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我做的这个尺寸之下，量出来是7.8的前领深。总归具体的数据具体计算。那在我这里是7.8，做好标记啊。那后领深呢，一般是2厘米。那这个2厘米呢，是一个净的，就是实际的领深。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再往下2厘米的话，实际上你是画不到2厘米的。要留出你的缝缝来，0.7厘米。那比较瘦的呢，就是2厘米。你还可以，如果粗一点的话，可以再往下一点啊。那我们在这里选2.5厘米来做一下标记。领宽的话，根据我的计算，这边是6.4。那在这个肩斜线上面取领宽。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领窝的这个方框给它画出来，后领深。领宽。前领深。我们先不要管领圈的缝缝，我们先把实际的这个方框先画出来，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量体表，我们的领围量出来是，我看一下啊。领围加了一根小指量1圈，量出来是37.5，那么它的一半就是18.8。那么你如果有这种软尺的话啊，是比较方便，它有厚度。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就是用一根没有弹性的线啊，你剪出18.8，然后在这个框子里面，直接就在这个框子里面，量出18.8的长度来，调整它的。你看这个车是有，可以变形的啊。而且它有一个宽度啊，这个宽度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使用来就直接画内侧，那就是我们的那个缝缝的。
所以直接沿着内圈画就可以了，不用画2条。那你如果是拿线来做的话，你划了那根实际的领圈线18.8厘米的那个领围线之后，你要向内做一个平行的曲线，那一般缝缝就是0.7厘米，它内圈线和外圈线距离就是0.7到1厘米这是缝缝，大家注意记住。剪是要留出缝缝来剪的，不然你的这个领围就会变大了。注意沿着内圈的线剪。用这种软尺来做的话，我就已经画出留出缝缝的线就可以画了。沿内圈画的话，在前中线上的2个端点对齐，然后在侧缝在那个领宽线上，然后不要超出，然后同样的是这个固定一端，按照距离18.8来做你自己的测量，又是按照你自己的数据那这些怎么在这个教程里面的所有的怎么测量的文字性的材料都会配合教程发给大家的。那么在视频讲授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适当的在屏幕上提示。好，沿内圈用水消笔来画，比较细一点的笔，你不要用划粉。实际上，都建议大多数时候都使用水消笔。用划粉的话，特别你在做丝绸面料，划粉的话，可能对你的面料是会有损伤的。国产的我不知道谁好，我用的是日本那个四叶草的。那用水消笔呢，你肯定是线的粗细什么的，都能够做得比较好，出水量什么的，而且对面料没有损伤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沿内圈画，我的缝缝直接已经出来了。那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内圈的这个线肯定是要小于18.8的因为加了缝缝之后，它比外圈肯定要小一点。领围的话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大家注意，特别是我们作为这个旗袍的话，有加个1根小指进去量你的领围，其实就是比较好的。那我再用6支尺的再来检测我的这个外圈的这个是不是18.8，因为那个刚才那个软尺的话，它其实定型尺的话，它就是说在准确上会要有一点点不大容易来掌控。那总归你画好了之后，你拿这个6支尺再来检测一下就行了。好，然后我们沿内圈，记住是我们加了缝缝之后画的那根线，内圈的线来剪，不能剪你的实际的那个领围，那你剪了你整个领子就做大了。那旗袍立领，那肯定是刚刚贴合脖子，然后有一点点那个余量，不要紧勒的，但是也绝对不能松垮垮的好，剪出来了。那我们之前在做偷金的时候，在领口处剪的第1层和第2层剪的，就是不能够超出我们现在的这根线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你超出了，到时候你的领口就被剪豁了，对吧？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大身的这个表布一片就剪完了。那如果你要做衬里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步骤，就是还没有打开的这个步骤，你在这个剪这个领圈的这个步骤之前，刚才我也讲过，你就可以在不要动这个的情况下，你把这个折叠好的这个表布放在你的里部折成4折之后，一样的折法放在上面。注意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部是不用进行透镜处理的啊，直接折成4折，然后把这个放上去。对里部的剪裁呢，我们表布剪裁是反面朝外，我们里部剪裁啊，注意要做到反面朝内啊，这个正反要注意一下。最后我们把它铺在下面，对齐它的前中线，4层一起剪啊，在我们剪领圈之前，沿着外圈剪下来。最后我们把这整个一片打开，然后我们再来剪我们的这个领圈，里部的领圈。对，我们把里部和表部同时打开，重叠在一起，再来把里部的领圈剪出来，因为我们的没有偷金嘛，然后我们的里部没有偷金，我们的袖口也要根据这个表布再来进行一定的修剪，就是这样的。然后里部的那个底边要稍微多留一点，到时候在对齐了之后，你多退少补，相当于就是这样子。不然你里部短了的话，一片做出来就会耸起来，就不会不平整。好，我们把这个面料打开看一下。不要搞错，这个地方袖子，这是后片，这是前片。这是前面。袖底的剪口对齐。整理平整。可以看我们前片是要比后片要长出我们的2.5厘米来的，然后我们把它和后片对齐，这样多出来的量是我们的胸围这里的量。然后我们把那个胸垫放进去，我们的胸经过之前的处理就已经出来了，可以看得清楚。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垫进去了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查漏补缺的龟波。那之前因为叠着几层面料叠在一起，可能不大好弄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再进行一定的修正。2个，好，对齐胸点。
乳尖点，就是对齐乳尖点，我们之前有做过标记的，把它盖过去了之后就差不多知道了。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垫进去了之后，我们不用去特别提拉底部，它就已经底边就平了。你看这里还有一点点拱起来的，我们侧缝这里我们再用这个时候再来给它拱进去。那这个地方有一点多的，我们也把它对齐剪口之后，我们把它再修整。注意前片的右侧缝这里啊，大筋的侧缝这里，前片大筋右边的这个大筋侧缝这里，我们要把这个缝缝去掉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就是滚边啊，要注意要去掉。但我们现在还是暂时不用去，因为我们现在先还要做一下对齐的龟波的处理。对，我们做滚边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去掉。好，喷点水，继续根据我们现在放的这个胸垫的形状，把我们的前片的胸的样子给它拨出来。看这里有点拱起来的，所有的剪口对齐，就帮助我们来做修整。这个时候看到不平整的地方，就会知道我们哪些更容易看清楚哪里不平整，需要我们的龟波。那我们先把前片中线给熨平，到时候接下来再弄的话，恐怕会影响到操作。我们先给它熨一熨就好了。就前片的中线，之前因为定型的时候熨过很多，熨的还是比较实的，这个时候稍微弄一下，在胸部的地方稍微小心一点，不要把我们之前龟波的那样给弄掉了。就胸围侧边。再对齐。这个大筋的这个地方啊，要归进去一点，不然你穿上了之后，那里就会豁口。在我们的现代裁剪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是要用个绳来解决的。这就是平裁，毕竟是比较传统的方法。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误解，你有绳没有什么不好呀，会让你的整个旗袍就是更符合你的身体的曲线。但是现在就是做的就是审美上跟不上，并不是旗袍的制作方式有问题，是审美跟不上，让做出来的旗袍变得很廉价啊。所以大家需要提高的是对色彩的审美能力，对样式的审美能力。在旗袍没有什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造型，真的就完全是你选择面料和配色。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审美能力。然后工艺上面你再精致一点，这就是很好看的旗袍。这跟有审没审没有什么关系的，也大家考虑一下啊。这里因为比较多，你得慢慢的把它给归进去。那么实在归不进去的点呢，我们到时候也就是要在那个开襟的地方，大襟开襟的地方用那个按扣上按扣来修正。
一点一点的来。新手的话，这个地方你实际上是应该拿那个刷子毛刷来刷水啊，不要喷的到处都是。我这边就是直接顺手就做了，但是新手你最好拿刷子刷，你要归哪里进去你刷哪里啊。我就不拍出来了，我就慢慢的给它归进去，不然时间太长了。好，现在这个胸部差不多了，然后这里大筋这里也基本是平的。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原来我最开始的那个大筋的起点在这里。那么我剪袖子的时候呢，我把袖子下挪了，所以对我们偷筋的，所以在这上面修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弯给修到下面去，修到就是转弯的这个地方的就可以了。就是这一层要和下面的这一层平起来，不要翘得太多，因为你最终你是还是在这个侧缝线上面的，你的缝那个开口，就稍微修整一下，把那个小尖角去掉。好，然后记得这个前片啊，前片这里右侧的这个侧缝是要去掉的。
右侧侧缝的这个缝缝是要去掉的。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记号，就是表示我们的大筋要拉到这里。啊，后片的这个同样的位置我们也做一个记号，方便我们上扣啊。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呢，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来剪这个小筋。好，对于倒大袖来说，这个小筋有些人做的稍微大一点，他会在这里做一个暗带啊，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也就是说，你要么就是从这里啊前中线的这个最底点啊延伸6厘米，然后插口的地方往下2厘米的地方，往这样连一条直线，要么你从插口往下2厘米的地方直接做直线过来，一直到到中线的位置，然后直接上来和这里连起来，然后在这里你做一个口袋。你看，要么就是这边下去，这里已经比较长了，总共6厘米就好了，你不用做的太多，这里已经有4厘米了，做到6厘米或者8厘米就可以。加缝缝啊，7厘米，好，你要记得留出缝缝啊，插口向下2厘米的地方，往中线方向直接做垂线，那往中线方向做6厘米，再加1厘米的缝缝，然后把这2点连起来。好，这个是我们做小一点的底筋，就是这样沿着这里下来，好一圈这么一块布，然后在开筋的这里，你先用线画好，然后再往外扩出1厘米的平行线作为缝缝，不然你就没办法缝合的。好，我们用我们之前剪剩下的零碎的布料，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布料的经纬线方向要跟大身是一样的，下面超出底边线，上面要超出这个地方高于它至少0.6厘米或者1厘米，就是你的缝缝呢。然后在这边要超出它的袖底处，而且是正面向上。就是我刚才画的那个形状，你要比它再往外各侧都比它再往外扩出它的缝缝的量。好，我们先剪侧缝线，我们比一下，有一个参考，知道它大概在哪里。好，我们把它垫在最下面，先把侧缝线剪出来。
注意这个，因为用的是零碎的布料，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布料是能够足够剪出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规则，4个边，除了你现在看到我画出的这个形状，你要朝外超出它的那个你要留出来的缝缝啊。这边要至少要与这个边齐平啊，因为你做滚边的话，你至少齐平。我们折烫出来的那块是缝缝，你做滚边的话，那块是要剪掉的啊，缝缝要剪掉的。然后侧缝跟着它画就可以了，先把线画出来。所以我们先把侧缝画好，然后再拿来夹在这个中间。因为我们现在这块布料放在最下面，我们可以沿着我们后片的这个侧缝边缘，把这个形状画出来。注意标记剪口位置。OK， 那我们这里画好了，然后把它拿出来，面料整理平整。然后把侧缝对齐你画出的这个线，对齐刚才画的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剪下来，刚才画的这里侧缝线直接先剪了来对，剪下来对着比较好对称。注意打好剪口啊，因为这是你对称，把你的布料能够相互配合、原样返回的一个必要步骤。OK， 我们把它夹在这里，对齐，我们的剪口对齐，形状对齐，好，整理平整，再把它盖上去，再整理。OK， 要么是刚才我说过的，往下，总共做成8厘米的加1厘米，总共做成6厘米加1厘米，也就是7厘米。要么是刚才我画的这个样子。这里画错了，往外一点，底边要往中线方向做一个垂线6厘米加7，就要加1米7厘米的7厘米长，然后把这2点连起来。要么就做成这么一小块，这么一小块你就不能做口袋了，要么就是直接垂线垂直于中线。然后把中线画出来，记住这里折烫过去的缝缝。你如果是你不做滚边的话，你就打开；如果做滚边的话，你就把缝缝去掉，这样子画这根中线，把它连起来。
这么一大块，剪下来之后，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小小的零钱袋，装怀表啊，装零钱都可以的。那这次我们就做这个大的吧，反正布料足够。好，然后还忘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把这个用这个形状沿着这个开襟的曲线，我们先把曲线的形状描出来。好，翻开，然后做平行线，平行的曲线，用打板尺来做，加上0.7到1厘米的缝份啊，这个你自己决定。所以打板尺是很重要的，打板尺的使用你得慢慢练习，怎么样给曲线和直线做它的平行线，这个你只有慢慢自己练了啊。你可以不熟悉的话，你可以先打那种点线，就是虚线，然后再把尺子拿走，再把这些虚线点给它连起来。那做得好的熟手的话，直接旋转这个尺子，直接就一次性就可以把它全部画好这个你得慢慢练了。好，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注意你如果不是做滚边的话，你这几个边你都要加上这个缝份的啊。我现在因为做滚边，所以我只是这个开襟的地方。好，大家再看一下，这里你要么是剪小的，要么是剪这个大的。看了很多古着的照片，有很多相当一部分是加了小口袋，做这种大的这个小底襟在里面的啊。记住缝份哦。做滚边，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只是侧缝和这个开襟处留缝份。如果不是做滚边，你直接要简单点做的话，那你四边你都要全部留出缝份来。再比一下，然后把口袋的这个大小给它画出来。那么我们量了一下我们的口袋，然后再加上口袋带部的话，左右下都是留1厘米缝份，口袋带口的那个上那一边的话，你因为要折3道嘛，所以说你留3厘米缝份。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对齐。
翻过来对齐岔口。下面对齐的，然后袖子对齐的，然后胸口是拱起来的，因为我们经过了拔胸的处理。这里是鼓起来的，这说明你把胸龟脖出来了。我们现在来画这个领片的纸样。首先我们测量出来，就是加了1根小指之后测量出来我们的领围，之后我们再除以2来做我们的这个领片的半片来画纸样。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个套量出来领围是37.5，除以2是18.8，所以我的辅助宽的长度是18.8，那它的宽度就是我的领高。那我想做5厘米的领高，所以我现在来画一个宽是5厘米，长为18.8厘米的一个长方形的框。18.8。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下面的这一根长，我们3等分。好，我们同样的也画一条辅助垂线，作为参考。你也可以不画啊，最好是画啊。这样子你可以知道参考，知道你的整个形状是不是顺滑对称。这边是我们的领头，这里是我们的领中线。那么在领头的地方向上起翘1.2厘米。那我们来打一点来作为标记，1.2厘米的起翘。因为脖子越细，起翘的这个点可以越高，但是最多1.5、1.2差不多了。越粗的脖子越粗的话，比较胖一点的女性的话，起翘就要做的低一点。
这个你自己多做几次，你就可以就是会有更深的体会。那么领头的形状呢，那么从上往下，我们量取0.7厘米作为0.7到1厘米，从上往下量取0.7厘米，打1点。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来和连接这一点，也就是中线的顶点，画一条虚线辅助线。好，那现在这条辅助线斜线和我们的领头的这条辅助线的之间形成了一个夹角，我们把这个夹角等分差不多就行了。然后把这根等分的斜线和宽的这个夹角平分了在平分线上面呢，取1.5厘米长，也就是1.5厘米只是一个参考值，越长的话代表你的领头的这个弧度越大，也就是领头的这个夹角越尖锐。那么越短的话呢，领头就会越圆，甚至可以稍微做成一个斜线，就直接就做成方头领方立领。那我们现在按照比较常规的做法，我们这个平分的夹角的平分线，我们取1.5厘米长。你要有那个量角器的话，你可以画的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实际上差不多。这个角肉眼也应该能够把它平分的然后在这根斜的辅助线上面取5厘米的一个辅助点。好，现在我们有几个辅助点，一个是这个平分角的点1.5厘米，然后是这条线上的5厘米的点。然后另一个是起翘的点1.2厘米，然后一个是3等分靠近领中线的这个3等分的点，然后就是领中线的上下2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平滑的曲线把这几个关键点把它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就好了。那么用6字尺这些点都是作为参考的，你不一定就是非得是要让他们每一个都连在一起，你必须严丝合缝的连在一起，实际上你也是做不到的，说不定你完全严丝合缝连在一起反而还不好看。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定的修整调整，它只是一个参考点。你看在我的这个领长的话，我这边取1.5厘米就有点短了，所以说我可以更长一点的，所以我划过去的时候没有直接跟它连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领头不可能做得太尖。然后那么从这个5厘米的这个点到后面就可以不用画了，因为我们本来也就是要直线，它跟这条线就重合了。那么下面起翘这里的点，一个这个点1/3处的这个点，也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连在一起。好，然后量到这个点之后你就不用再画了，后面也是直线就可以的。这边5厘米的点你在上面的1/3处尽量的最好还是也是让它是直线，所以我们这里再改一下，让它和这个1/3处的点
5厘米的点和1/3处的点和领中线的点连成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连成一条线，也就是上面和下面这个1/3处的点对你都是直线。你像刚才我那样也是可以的，就是你的整个领型后面就会稍微高一点，前面就稍微低，相对而言高一点。我们把后领就是更有一个弧度，也就是保证靠近这个领中线的这个上面和下面都是一根平的直线。好，这边起翘我们可以量一下，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从这个画出来的领头一直到领中线的距离最好也是同样是18.8，你可以多0.3厘米左右的松量出来。你做的完完全全刚刚好，一个是不大可能，第二个完完全全刚刚好的话，可能反而会有问题，因为你自己手工上也不可能做到裁布啊什么，也不一定就那么准确的啊。稍微多个0.3厘米、0.5厘米，你可以通过吃试，在那个缝纫上面吃试把它吃进去。好，我这个是刚刚好18.8，你自己画出来之后你一定要量，然后把它剪下来之后大家注意，这是一个没有缝缝的纸样，那么根据你的需要，你会要在领圈的部分加缝缝，你上面不加缝缝就是做滚边。你如果做普通双面光的这种领子的话，就是没有滚边的领子的话，那你们上面这一圈也要加上缝缝，一般0.7到1厘米的缝缝都是 OK 的啊。那我们用我们的表布让它在反面，我们折过来在反面来画这个领的样子。我们首先画好其中的半边啊，用这个纸样，然后翻过来对齐中线做个对称，然后把另外半边发出来。我都是领圈，我做滚边，所以我的领圈的地方是加了缝缝，我的领头上面的那一圈是没有加缝缝的。你自己在剪下来的之前，你要先把你的缝缝该怎么画好了再剪。那么你也可以是在布上面画好了之后，用打板尺再来添加缝缝。这样子可能也是可以的 ，OK。所以我是因为是做滚边，所以我就是在领圈这里，做1厘米缝缝。OK， 那么因为要做滚边，所以上面这一圈我是没有留缝缝的啊。如果不做的话，那你要把上面的这一圈缝缝一样用打板尺加上就可以了啊。然后两片面部这样相对，正面相对，你可以剪裁出来。那画好面部之后，我们再用同样的办法来剪裁我们的
树枝秤，要记住要用硬的那种树枝秤啊，来剪裁我们的这个领衬，只剪裁一片就行了，不用加缝缝啊，什么缝缝都不用加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就是在纸样上面你是不要留缝缝的，直接在画的时候留，这样子你不用做你就不用做两片那个不用做两片的纸样了，领片纸样。好，剪好了。好，我们现在把领部剪下来，领里和领面我用同样的面料，所以就直接这样子，表布正面相对就这样剪了。你有些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你的领里用丝绸或者是你的里织布都可以的啊。那么你就要做相应的改变，就是其中谁垫在上面。反正都是对称的，你总归有一层是垫在上面，垫在下面，你自己剪就行了啊。好，再用我的领衬和表布对比一下。好，看到多出来的地方就是领圈的缝合处。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领衬烫在我们的其中一片作为领面上面啊，烫在领面上面。注意对齐各个弧度，然后烫的时候高温下压，
不要把它给烫变形了，就是不要扯着烫，不要把下面部烫变形，也不要就是你烫的时候就是从上往下压。你要是扯着烫的话，到时候以后衣服洗了呀，或者是它的高温去除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布在那个衬上就不平的，就会慢慢的它就会要努力恢复自己原来的样子啊。所以说烫的时候这个高温下压着烫啊，不要拖着，千万不要把布扯着。好，烫好了，然后把这个领圈的这个缝缝我们扣进去。再对比一下。注意中线对齐。好，现在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剪好的这个表布，我们把它这样平摊开，正面朝上啊。这里看到这里有点皱起来，是因为我们做了胸的这个拔胸啊，所以这里有点拱起来。但是你把它拱起来就拱起来，但是你保证你的侧缝的地方是平整的，中间你就不用特别管它，你就让它耸起来就好了。然后我们来做我们的里部。我们把里部再平铺在台面上，然后再把这个表布铺在里部的上面，沿外圈把这个布剪下来。注意里部是反面向上来剪啊。然后里部的大襟的时候，我们翻开这里，小襟这里先不剪，大襟小襟这里先不剪，我们先把外圈，我们沿外圈剪了之后，我们是先沿大襟的形状把里部剪下来，然后剪小襟的话，我们把表部的小襟拼起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里部垫在下面，我们再来剪小襟处的里部。好，你的里部如果是分正反面的话，那里部的正面朝向，那我们画大襟的地方，这里我们因为做过拔腰，所以我们的大襟要稍微大一点。那么你在剪大襟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在前片在前片的地方，你稍微把这个折一个胸高的那样出来。领口这里不要变，只在下面稍微宽一点，折2.5厘米的那样，然后把大襟盖过去，然后我们再来剪我们右边的袖子。当然你要保证你这里的布是平的，你不平的话，你要把它用那个熨斗把它归平。然后我们再来画我们右边袖子的形状，然后根据我们的前片大襟来画里部的大襟。注意在画的时候标记好这个地方你就是我们要标记好我们之前画出来的剪口都要标记好。而且我们的前片请注意因为我们做了拔胸的处理，不仅是宽度上多了，我们在长度上也是要多出我们之前在拔胸的时候多留的那2.5厘米你要根据自己的乳高，你根据你前片多了多少，你的里部也要多，长度上也要多少里部的前片。好，我们把弧度这些地方画出来之后，在我们大襟和小襟相重合的地方，我们也注意把标记标出来好，然后翻开小襟，然后顺着我们的这个顺着我们的大襟画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把胸拱出来的地方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画图，然后沿着这个大经线形状画下来。你最好操作才大一点，我现在下半部我都只有画好了之后做好标记，然后再往上挪了，再继续再画，这样子容易可能会出现偏差哦。我现在这个是后期录音，所以说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我确实出现了偏差，没有完全铺平，导致我的前面就短了一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实体的地方，我是在前边的里部我短了，我是加了一块那个贴边进去把它补平的。那做衣服的话，你其实像这种小技巧你也要学到，你其实随时是有些地方你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的。有些时候有些人甚至会故意在那里加一片，因为可以让你的整个这个底边会更平整啊。这些就是小技巧，你自己做的时候也就是不用太担心 always 是可以修补的。当然你最好是有一个完整的大的台面，这样子你就不用提来提去的，就会出现一些小误差，就用不着的，对吧？好，先把领圈画出来，形状描一下，描出来。好，我们前片这边不够的话，你按做好的标记。2层布提着一起摞我就在这里少了我的前中线的地方，我提着2点上去，前中线的地方其实还是露在下面的，所以这块就我就短了一点了，大家特别要注意。而且本身我们前片你宁肯多剪长一点点前片的里部，你因为我们就是虽然我们的表布已经多了，但是你其实怎么讲呢？你在剪里部的时候，你多一点余量，你多一点修改的余地。OK， 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那剪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单独剪这个里部的小筋。里部的小筋，我们把表部的小筋和表部这边要先缝合了，我们再来剪，照着样子剪就好了。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我们已经剪好的里部覆盖在我们表布的正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小筋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没有被盖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补剪的这个里部的部分就这么大一块。然后呢，我们把一块合适的差不多大小的一个里布，我们给它铺在这一块就是表布的上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里部给它盖上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形状看到这个形状，里部需要剪的小筋的形状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拿笔把它给就是描摹出来，一个是开经线这里，一个是前中线底边和侧缝线这里，我们都用这个水小笔把它描出来。好，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里部的话，我们就不存在就是要偷筋的问题了，所以说直接这样子夹着，然后把你的表部和里部这在小筋这一块，你一定要对齐领窝和腋底，像刚才第一张图那样子，这样对齐了之后，你就比较好操作了。然后呢，我们把轮廓画下来了之后，然后在大筋的地方我们要留出缝缝，所以说我们用大扳尺把这个缝缝画出来，你可以看图上看到。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沿这个里部我们画好的形状剪下来，然后再把剪下来的这个和里部的小筋处缝合，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样子我们的里部也成型了。里部我们也里部的大身部分我们也做好了，那现在就是翻过来就是这样子的两件。那你要时刻注意一下啊，里部你是反面朝外的，你不要剪反了，到时候把反面朝内了。OK， 然后我们缝合这个侧缝处啊，缝合里部和表部，我们把侧缝都缝合起来，袖底左右的侧缝我们都把它缝合出来。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部套在表部里面注意一下正反，里部的正反啊，不要套反了。然后我们把它整理的平整。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个里部的正反，里部的反面是和表部的反面是相对的啊，相邻的。好，然后我们做带布，我们带布按照之前量的，你剪下来了之后，你先把它的形状先做好，先车好然后再把它给上到你的表布上面去，就是一定要在里部缝合之前，你就要先上到表布上面去了。这个不用我再教了吧？这种就是就很简单的，你形状做好之后，你可以。这个是基本的缝纫功能啊。好，然后我们的领片之前不是做好了吗？那我们保持它是一个反面相对，因为我们做滚边嘛，我们就是让领面和领里反面相对，然后我们用梳缝把这个领片的边缘部分先固定好，然后我们把它夹在这个现在是正面，就是里部的正面和表部的正面现在是相对的，这个领口处现在是相对的，然后我们把这个领片夹在现在你在图上看到的这样子放置的里部和表部的中间。好，然后固定好它的领围领围我们的领片的领围是固定的，我们领口的领围也是固定的。那我们之前不是在那个里部上面，我们是已经画了那个领圈处的吗？我们那里的那个领圈也是要剪出来的，然后把它两边领头两侧左右领头固定好之后，然后我们用机器把领片上在我们的这个领口处上在直接在这个步骤，我们就把领就上去了。但是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我们的里部和表部在领口处是正面相对，然后我们的领面和领里是反面相对，并且用梳缝固定好了它的边缘部分的，因为我们这个最后是要拿来滚边的，所以大家注意这点，然后一定要保证你的左右的领头分别跟你的领围的左右的领头就是两个端点你得是一样的，然后中间有吃量，你慢慢的你先用，你要是对自己的就是缝纫技术机器缝纫技术还不是很熟练的话，你可以先梳缝把领片上去，然后再机缝固定这个都可以的。好，然后我们把领片翻过来，我们把正面翻出来之后，你就看到我们衣领其实就上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这个小筋的部分，里部的小筋的部分。我们的小筋处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小筋处我们是需要先让里部和表部的正面相对之后，
正面相对之后，然后把它直接翻过来的，就是正面相对之后你来做缝合，缝合了之后翻到正面，因为我们的就是这个小经处，小经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需要做滚边的，好吧？这里我们不做滚边的。OK， 我们就是在小经的这个这样的就是前中线和底边这里，我们是需要让两个里部和表部正面相对来缝合，然后再翻过来熨烫平整。然后呢，在我们的大经处，我们首先这里我们就要去掉前片大经右侧缝的缝份，然后像这样用梳缝把这个大经侧缝，然后领口的边缘部分、袖口的边缘部分以及底边的边缘部分，我们要进行一个梳缝。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滚边了。我们梳缝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它就是在我们滚边的时候产生布料的拉扯，这样子的话，你到时候做出来你的衣服就不会平整的然后我之前讲过，因为我剪这个布的时候做是不够大，我为了做视频就是没有处理好，所以我的前片的底边我是加了一小片布在里面的。那么你要加的话，在这个过程之前你就要把它加好了，然后进行梳缝。好，这是梳缝后的，梳缝好后之后基本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滚边。那滚边的话呢，我用的是，我现在用的是就是淘宝上成品的滚边条。大家要是嫌麻烦自己做的话，自己嫌麻烦要做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买这种成品滚边条。但是实际上呢，我不是很建议你用成品的滚边条，因为他们使用的就是看上去很好看，但他们使用的那个原料就是质量比较差一点的，就是它的经纬就是经纬线之间非常的稀疏，但它浆过之后看上去好像很密的样子，但是你一旦缝，你就会发现它的经纬线非常稀疏，一拉就变形，稍微用点力就会脱丝，就会很难处理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你不要用。那么，我后面的话视频的后面我会讲怎么做滚条的，大家都可以就是其实自己做一下也是很简单的，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单滚呢，我们店里面出的教程里面，这是个基本的这个滚边形式了。单滚，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基本上你如果做日常旗袍的话，单滚就够了。你真的像有些老师傅觉得说我要做出花样来，要3滚、4滚、5滚，甚至做云头啊那种的，其实那种做出来说实话不大适合日常穿更像戏服。那么我觉得我这边出基础教程你如果要精进的话，你可以学他们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你把基础打好，你做自己喜欢的旗袍，然后自己穿，这就非常好了那你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裁缝，那么你去学下面的东西。去学那些3滚、4滚、5滚、云头，各种你都可以学，然后镶边其实镶边也是都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工艺的东西你自己慢慢的做，不是这些，并不是旗袍所独有，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所独有。国外你如果有去看相关资料的话，人家的服饰，特别是俄罗斯的民族服饰，很多很多，但凡有一点点自己的悠久历史的国家，文化传承的国家，意大利、俄国、东欧，全部都有自己的做各种各样的镶边、包边的技术。所以不要太自负，就是你要知道这东西不是你独有的，别人做的说不定比你更好。那么我们先把基础做好单滚边像这样子，我做的是0.5厘米的机器吧，我的机器插的边就是0.5厘米。你如果要做其他的宽度，那么你需要先在你的
表布的边缘要滚边的地方，你要把你要做的那个宽度要画出来，好，然后其次你要在你的滚条上面，也就是现在我的缝线，你可以看到我缝线走的地方，你要把这个缝线的宽度，就是你要做比0.5厘米，那你就要距离边缘部分画个0.5厘米的线，这样子你在进行缝纫的时候，你才可以就是做到准确的让你的滚边是均匀的啊。那我只做0.5厘米的，我的机器沿着边缘就是0.5厘米，那么我就不用画。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做0.7厘米，甚至0.3厘米，那你一定是要把那个线画出来的。那么比如说你要做更窄的0.3厘米的话很多人讲韭菜滚0.3厘米，那么你可以先像我这样子做个0.5厘米的，缝好之后，你用你的打板尺，再沿着你的那个缝合线，机缝的缝合线，你把它量出。就像画缝缝一样的，你再沿着那条线再画一条0.3厘米的线，然后你用剪刀把它修剪掉，把多余的0.2你把它修剪掉然后再把它折过来熨烫好，再在反面把它缝合好，这样你就得到0.3厘米的了。这种东西你只要自己心里面细细的在做之前先思考一下你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不要急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关键是你自己心里面要有数。那么我做简单的0.5厘米的缝缝，那我现在你看现在缝合好了之后，我要做细更细的，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要画好，把这些边缘部分修剪掉。那因为我不做，那我直接就按照我的成品滚条和我的缝线，我把它翻折过来用这种撩缝的方式。你不要注意在撩缝的时候，你不要撩到正面的，每针你自己确定一下，熟悉了就好了。但是你不熟悉的话，你自己要时不时的翻到正面看一下，你有没有撩到正面去然后就这样子一针一针的在反面用手针把它牵缝好、撩缝好。但是就是为什么正面就是正面第一道缝你用机缝，反面你用手缝，会让你的整个滚条更加的圆润平整不僵硬。你要是像很多市面上那种旗袍，直接在正面再车一道就把反面也缝上去，我反面再多一点点，多留一点点，然后就直接从正面再车，沿着边缘再车一道这样子的你的整个滚边就会，因为机器缝它是有一定硬度的，它的松紧度就是都是一定的，你缝合好了之后，它实际上你就会感觉你的整个滚边就是不柔软，很硬的，也整个型可能就会翘在那里。所以说做滚边的话，最宝贵的功能就在这里，让你的整个滚条显得更加的服帖柔和。那么像在这样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岔口处，然后还有在就是大襟和衣领的交接处，像在这样的有转角的地方，我们的包边呢，首先一个你也是同样的，你相当于你缝的时候，你把它拉直了，把这个它本来是有夹角嘛，对吧？比如说岔口地方是夹角，你把它拉直了，你还是一道，就是把这个第一道的那个机缝线，你先把这个先给它压过去，但是压的时候注意，你车的时候你注意就是在到转角的这个地方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布折了，就拉着一针一针的你这样子过去了之后呢，你要在折角的地方你要打那个滚条，你要打一下剪口打一下剪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用到协调。一定要用斜裁的这个滚条来做的原因了。你这样子的话，会给到你在转弯的时候，在一些有弧度的地方，给到你容量，它会更变形。协调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会它的角度保证了它有一定的变形的能力，不会让整个你的滚条就是起褶皱。那么你还是要在转弯的转弯处，你要打一些小剪口，注意不要剪到缝缝，剪个一半进去，差不多稍微拉一拉，你这样子那个转弯的地方你就过去了。注意千万在缝的时候一针一针的缝，不要把你的表布给弄折了，折起来有褶皱，这里就这个工艺就是0分了，你知道。然后我们再把它同样的也是一样的翻转过来，用手针把它牵缝好。好，我们就是把袖口
底边、大襟侧缝以及领口处全部都已经滚上边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之前在转角，就是有折角的地方，岔口，然后领口和大襟的交接处啊，大家在图上可以看到，按照这样的滚边方法，这里就会多出来这么一段，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多出来这么一段，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多的地方折起来，好，折起来，然后把它放平，多的地方折起来，然后沿着这个多的地方的最下面这根线，我们划一道，相当于就是现在图上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然后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用击缝把这条线缝合，就相当于把这个三角形给它就是直接缝出来，缝出形状来，把它给合在一起缝出来了。啊，不要去剪，剪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脱丝啊。一个领口的折角的这个地方，一个是你的这个岔口的折角处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处理。这是我现在讲的是简单版的啊，不是简单版的话，那你两边你分别再去做保箭头。那我们这里不讲保箭头，好，你岔口不讲保箭头，领口处肯定是这样子来处理的。好，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就是你把它放平了。多出来的部分，你拿笔描摹，然后用缝纫机一过，好，你自己在缝之前，你翻到正面看一下，哎，我的这个角是不是对得齐的？我这个角有没有一边大一边小啊？把它对齐了，你这样子缝纫机一过，翻过来就会很好看。不要把头剪掉，你把它稍微运平整，运来服帖就可以了。就是工整啊。不要有多余的步骤，工整就是最好看的。只要你这里做工整了，你翻过来就是很正常，非常好看的。这里再稍微提一下，如果你是按照我后面教的方法自己制作滚边条的话呢，那么你那个就是首先你滚边条的宽度应该是你想要做的滚边的这个宽度，比如说你要做0.5厘米，那么你要想想看，你做0.5厘米的话，你正面有0.5厘米，你反面也要有0.5厘米，那这就是1厘米了，对不啦？但是你正面这样子翻过来，实际上是有2层0.5厘米，对不对？你反面翻过来也是2层0.5厘米，所以说实际上应该是2厘米。但是你的布料是有厚度的，一般你就按照一层那个布料是0.1毫米0.1毫米到0.2毫米的样子。你加了里布的，你2层你就是0.3、0.5毫米，你稍微多一点无所谓，多的你可以就是减掉。所以说相当于是你如果要做0.5厘米的这个滚条的宽度的话嘛，那么你的这个你要做0.5厘米的滚边，那么你的滚条的宽度就应该是0.5乘以4，再加上布料的宽度。那布料的宽度首先有2层是你的自己的这个滚条的宽度，还有两层是你自己的滚条，还有1层里布1层表布，那你至少就是0.4厘米了。所以说在有4层布的情况之下，建议你是增加0.5到0.7厘米的量，也就是2.7厘米。那你2.7厘米宽，2.7厘米宽的话呢，你就剪个3厘米宽好了，反正多的你给它修剪掉就行了。你不要就是做的很寸的，因为你制作滚条的时候，实际上你还有可能会你不一定就是划得到那么准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稍微多留点量，多的你总归你是可以剪掉的，那少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是你如果是制作滚条的话，我要再补充再说明这么一句。那么还有同时你在上滚条的时候像自己制作这种滚条的时候，因为你看你买的滚条它是已经给你就是已经烫好形状了，那么你如果是自己做的滚条的话，你在进行了第一步，你把它正面相对缝合到边缘部分之后呢，你是需要用熨斗把它熨烫平整，正面熨烫平整，然后把它包到反面，你还要再熨烫一遍还要再熨烫，把那个就是布料边缘部分那个形状，你要把它熨烫出来，整个该是圆的地方就是要圆，跟着你的衣服的形状走。好，接下来我们来就是开始讲制作盘扣
制作盘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讲怎么制作扣条。那么制作扣条和制作滚条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宽度不一样而已了，好吧？好，我们这次制作的是葫芦扣。那么我现在你图上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成品葫芦扣，淘宝你一搜一大把。你如果自己不想做的话，也可以直接就这样买也是可以的。然后它的缝制其实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这是从侧面来看，你看到所有的入针出针都是从扣条侧面的一半的地方。那么你因为这个是双色的，所以你选择同样色系的那个颜色的线来缝制就好了。然后下面我就再讲一次这个滚条的这个制作。好，我们现在来讲怎么做滚条。怎么做滚条呢？怎么做滚条？滚条和包边条呢？首先我们最常见的在旗袍当中，不管是平裁或者是不管是平裁还是那个普通的改良旗袍啊，我们都会用到包边条、滚边条，并且用这种滚边条拿来做我们的盘扣，手工盘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学会的工艺。那么最常见的面料呢，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使用你制作旗袍的表布的那个面料，同款面料来作为你这件旗袍的包边条和盘扣的扣条。那么还有更常见的一种呢，就是用这种电力纺有点像丝绸一样，通常拿来做里布的。它呢克重相对而言，你要选克重稍微重一点的那种，因为有些电力纺它克重比较低的话，它的这个纤维之间的这个空洞就会比较大。你上浆之后再去做盘扣或者包边，一拉扯就会脱丝啊什么的，就会非常不好。所以你要选稍微好一点的便利纺，这些都有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那个做旗袍的表布的来做这个滚边条的话呢，来做这个正协调，我们叫它正协调啊。那做正协调的话呢你们实际上你看我做一件双筋旗袍，我的滚边条加上我的扣条的长度差不多是5米啊，总共就是5米。那么我们一般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是5米啊，而且是双筋的。你想想看，双筋叶地长旗袍再加上做盘扣的话，一起差不多就是5米多的样子。所以你差不多以普通的旗袍，可以以这个5米为一个参考值了6米顶多了。你看到现在我已经裁好了一条正协调了。什么是正协调呢？正协调就是经纬，它的经线和纬线实际上是以45度角的方向这样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来做它呢？如果按照常见的话，你那个用你自己的表布的面料来做正协调的话呢，那么你就估算一下你要用多长的协调，然后比你自己的，就是在你本身要买，就是一般你要做旗袍的话，考虑你的幅面，就是你需要的旗袍的长度，就是你的2个1长，就是1长乘以2，1长乘以2，你再加上个4厘米的缝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之后，你再多减这么宽，这么宽呢，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最传统的方法就是4条连裁的，也就是说这么一块布，我可以裁4条平行的，裁4条这个滚边条出来，这些丝的滚边条出来，所以这个的长度就是你每一个单个滚边条的宽度乘以4因为是4条连裁的，你要多裁多少呢？一个是要看你最终要有多少滚边布，照道理来说，这么长的4根就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多留一点的话，你弄个2个这样的滚边条。大的滚边条你可以一共裁8条就差不多了。我这个是12.5厘米，好，12.5厘米除以4，差不多3.2厘米，3.1厘米的宽度。
是我的每一根滚边条的协调的长度。那么这个方向是你的布料长度方向，这个方向上是你的面料的幅面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就这里这两个夹角是45度角，这里也是45度角，上下两条是平行，这是个平行四边形啊，大家就知道怎么画了。这里是180减45度等于135度角，所以你其实只需要把这个角固定了之后，把平行线画出来，的总宽度固定了之后，把平行线画出来，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面料裁出这样子的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你把它翻到反面，平行的，我这里已经划好了3条线，把它分成了4根同样宽度的这么一个四根布条，你就在这个正协调的反面画上3根平行线，把它4等分。好，然后我们再把其中这个锐角，把它现在是反面朝上，这是反面朝上，这样折，其中一个角。好，折好之后稍微要出去一点，待会儿我拉近了给大家看，然后把这里侧一道缝线，然后这边从正中间的这根线剪10厘米进去，一样的然后但这个时候呢也是反面朝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折个三角，我们只折2条宽度的同样的折法然后再把边缘缝起来。好，我现在已经缝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正面，我们折是把反面往上这样折过来。好，你看侧了一条线，沿着你侧一道线，这个夹角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夹角的地方就是我们缝纫线的重点。另外一边是个小的三角，中间的这根线剪进去，剪差不多10到15厘米进去。好，上面这个角折下来，注意这里现在角要伸出来一点，然后夹角的地方是我们这个车线的这个中指点然后我们用剪刀直接剪，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直接开始从我们刚刚剪开的这个中间的这根线继续剪，一直剪到头上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三角上面这层小的三角不要剪，从里面剪到这个顶点的地方，这就分成2条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你用那个电力纺这种，或者丝绸这种面料来做这种薄边条的话，你这个布料要将。我呢是因为做很多旗袍，所以我是买了各种颜色的这种电力纺存着，因为需要配色嘛，所以各种颜色都买个1-2米，然后我一次性把它们全部将好了放在那里，配好颜色要用哪个我就剪一条，要用哪个我就剪一条下来。当然你可以，你如果自己穿的话，但无所谓了，你就不用做那么多，你自己的面料多买个40厘米、40-50厘米就可以了，每次单独做不差钱嘛，不差钱的话买个50厘米好，剪到头，我们把它打开，你看，好，这里就成了一个2个宽度的这么一个滚条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对抛开，剪到另外那个小的那个三角那里，一样的剪到这里，不要剪上面这一层，剪进去，这样子平整，你都不用继续去缝合了。我们只需要缝一次，剪开我们就直接成了一条4乘以刚才这个正协调长度的这个乘以4。这个长度的一个滚条了，其实已经很长了，差不多2-3厘米长了，做一件普通的旗袍够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拿来做扣条的，
所以就要多一点。总归你自己要先算好，你比如说你要做3厘米宽的这个滚条，那么你要做的刚才的那个大的那个正协调的那个2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就是4乘以3厘米，叫做12厘米宽。这样子你才可以平均的剪出4条一样宽的，每条的宽度，每条协调的宽度都是3厘米，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损耗，所以其实你应该稍微多剪个2-3毫米啊，因为毕竟手工操作没那么准确嘛。比如说你要像我，比如说我应该剪3厘米的，我总的算成是加上5毫米，因为我考虑到我画的时候可能划粉有粗絮，那我剪的时候我可能稍微偏一点1毫米就过去了，那么你剪的话多个5毫米的余量。那至于怎么上浆刮浆，我的微博上浆的话，我微博上是有免费的这个免费的视频教程，那刮浆的视频教程我也有，怎么上浆的教程的话，你怎么刮浆，你可以免费的给到你这个教程的，好，你直接在微信上跟我要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一条剪掉。然后刮浆其实也是，就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你跟我要视频就好了。剪刀的话，你要选比较好的剪刀，不然你要是剪刀的那个刀口不好的话，你剪丝绸一刀下去，把丝给你带起来就不好了啊。我这个是日本的那个 clover 四叶草的，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到时候我们弄到这边，我们分别把这个缝缝朝两边各自倒一下，就把多的这边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了。再朝另外一边倒，然后把这边多的剪掉，到时候缝缝你就这样处理就好了。好，再过这个就是缝线的这个地方，你再对一下，折一下，确定一下。那手指下刮一刮，因为有些时候划粉掉了，手指下刮一刮，确保你自己剪对位置。熟手的话，在做滚边操作的时候，倒不一定要上浆，但制作滚条的时候，倒是一定要上浆的，因为你滚条不上浆，你可能等你做好了，它一洗它就扭来扭去的，就不好看了。好，剪进去，注意小三角不要剪到啊。好，你看这样一条很长的滚条我们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来修剪一下缝缝，修剪一下这个接口处的这个缝缝然后把这个缝缝分缝烫开分开多的都剪掉，好，我量过了，我就这么裁一条，就是3.6米的滚边条。如果作为滚边的话，肯定是够了。如果但是做盘扣的话，你可能要再多一点。总归你有面料的话，你就继续像刚才一样的继续剪就行了。这样4条连裁，4条连裁，做一下很快的。
然后不一定要那么长的，你面料不够的话，你短一点，你多拼几条出来都 OK 的，好吧？当然你的接口越少，你肯定是越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做扣条，我们做扣条呢，我们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现在是正面朝上的，我们把它对折了之后挂一下。如果你机缝的话，差不多就是0.5厘米的扣条顶天了，用缝纫机做。那对折了之后，我们沿折边车一条0.5厘米的线，0.5厘米的车缝线。车了之后，然后我们修剪一下缝缝，稍微修剪短一点，要小于0.5厘米，差不多修剪到0.3厘米的样子。然后用这种翻线器淘宝上很多的，几块钱一个，把正面翻出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是手缝，反面朝上，正面朝外，然后你自己给它裹起来上下分别折一下，然后给它裹成一个圆筒状。有在里面裹线，也有直接就这样裹的。因为这样做软扣比较好如果不包那个棉芯进去的话，你这样子裹起来，用手把它裹起来，先对折再对折是对着中缝这样子折然后最后用外层把它包起来，你就是裹一个圆筒边缘部分你折一下，这样子把那个毛边给藏进去，然后再用那个长针缝或者是撩缝，简单的撩缝，用手针把这边给它缝起来就好了。朝中线折沿中缝折进来，然后再裹起来。总归你自己就是手把它卷边给它卷进去，然后毛边藏在里面。卷好了之后，如果有点扁，你在那个板子上面用手搓一搓，它就比较圆润了，就可以。主要就是你毛边你折进去你想要做多宽的扣条，你就保证你卷到后面它的这个直径是多宽就行了。而且要保证你每次卷的时候操作步骤是一样的，不要到时候做出来一些粗一些细，这样子就不好了。手工来做的话就是很慢很慢。我个人觉得除非你做高级定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直接像我刚才说的车缝就好了，然后翻线器翻出来一样好看的。你有很多时间，你就是想消磨时间，那沉浸一下你的心灵，其实那你也可以慢慢的手缝的直接铅缝像这样用单股线单股同色线就跟我们上滚边的内侧一样的简单的一个把它给它牵上就好了。看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但是你不要缝的太多，但是你要用单股线我这是演示给你看然后像这样，一定要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的针距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挑起来2-3股就好了。这种做软扣是很好的扣条会显得比较的饱满这样捏一捏有些也会在这里面包一根棉芯，但是我个人觉得那样子比较硬，你做好之后自己搓一搓它就会比较饱满。你特别是像你特别像我现在这样做单个的盘箱扣，我最终还是要把它熨扁的，你看最终做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能
不能加那个棉线。我个人选择使用机缝来做这一个扣条。那么对折之后抽缝一条0.5厘米的这个抽缝线，沿折边抽缝的啊。现在你看着图上面朝上的那条边是折边，也就是我滚条的中线。然后把下面这条边多余的这个面料剪掉一些，大概剪来还剩个0.3厘米宽度就差不多的，因为布料也是有厚度的嘛。那我自己的这个滚条是0.5厘米的宽度的话，我肯定不能超过0.5厘米。好，然后将这个翻线器穿入这个滚条，你如果不够，就是如果太长的话，你不要一次穿很多你可以分段来穿，能穿多少穿多少。好，然后你可以看到，然后再把它用那个翻线器一头的钩子勾住一端，然后把它从正面翻出来，就像这样啊。好，滚条翻出来了之后，用熨斗把它给熨平，因为我做的是刚才有给大家看到，我做的是这样的这种双葫芦扣。那么我的滚条其实要求是扁的，那你如果是做的一字扣啊什么的，你可以就是把它你也需要自己把它给里面，你要么穿上一根那个棉线，或者是你稍微搓一搓，它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圆润的只不过呢，就是你穿上棉线之后，这个整个扣条会比较硬一点。那么不适合做很小的那种布扣盘扣。你日常穿的话，有些大家其实看过很多古着旗袍，它的扣子比较小的那种，肯定没有办法穿棉线的。你做的更细更小，那么一定要软的扣子软的扣条。那你就算穿也是穿很细很细的，那你不如不穿，你就把你这个扣条搓圆就好了，就是翻进去了之后。好，我们把它翻过来了之后，把它熨扁。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像那个是这样子的葫芦扣，它扁一点的话呢，方便我们盘制这个圆片。那如果你是做直角扣的话呢，那你可以从中间再穿，用穿线器。在翻的时候，你就是在翻线器的钩子那里勾一根棉线，直接翻过来。那这个时候棉线就直接套在里面了。你也可以翻好之后再套一根棉线，再穿过来都 OK 的。因为做直角扣的话，希望你的扣条要饱满圆润。圆滚滚的，这样会比较好看。但是我们做这个特别的这个扣子，肯定是要扁一点的，好，扁一点才好。好，第一个一定要熨平，第二个我们缠圆盘的时候一定要盘得很紧。我们首先要做一条，就是你的面料有线的话啊，你可以先做一个来，然后来拆开来看一下你具体需要多长。比如说你扣头需要多长，然后扣判那边需要多长的扣条，然后你计算下来之后，你再来做总的扣条，然后再根据这个尺寸来剪这个扣条。那你还是要稍微多做一点余料，不要做的恰恰好就太寸了，万一有点什么你做的不好的话，大小不一样就不好了，整个扣条就废掉了啊。所以我建议你是最好多做一点扣条，这样子自己也做的时候，也会得更不会怎么说，不会因为计算错误而导致浪费。好，现在大家跟着我来盘这个蜻蜓头这个就是基本的扣头的盘法啊。现在左手食指上绕一圈，从后面绕过来再从拇指的前面这样子绕一圈绕过来。好，换一根手拉着，然后拇指和食指靠在一起，取下拇指上的，然后压在食指上的这个圈上面，然后把食指上的
这个绳稍微提出来一点，然后把右手拉住的这根扣绳从中间穿过去，然后整理一下啊，就形成这个八字形形状。啊，注意扣条不要拧啊，平的。对，有点像八字形啊。OK， 然后在正中间啊，这里是有一个洞的，好，然后我们把前面的这根扣条，这根扣条拿起来，实质上这个不要取下来，前面这个拿过来，从下面那根扣条后面穿过，然后从这个八字形的圆盘的下面塞进刚才那个中间的这个洞里面塞进去，夹出来啊！我是为了大家方便，我用镊子来做啊，方便看清楚啊。然后后面这根扣条一样的，也是顺时针方向啊，从前面绕一圈，绕过也是从这边啊，从这里也是从下面进去，从同样的中间那个洞穿出来。这个是在拇指的上面，不要让它到下面去啊。OK， 因为这里始终只有一根的啊。好，捏住这两根，然后这里是十字扣住那里，稍微拉一拉，松一松。啊，注意扣条不要打结啊，不要拧起来，稍微松一下。好，看，你看这扣条就成了，然后你再慢慢的用镊子，钝头的镊子啊，慢慢的整理，把它一根根的把它整理。你如果要留扣鼻的话，你可以拿一根软的棉线把这里拴起来。如果你有回形针的话，你拿回形针弯一弯，夹在那里，把它做一个标记也是可以的啊。最好拿根线，不同颜色的布，那在这里打个结，就是这就是你的扣头的鼻子，扣鼻啊。然后你来整理下面的，用这种钝头的镊子，一点点的把整个扣头给它收紧，收成。因为我们这个扣条盘一根长一根短，现在这根现在看着要短一点，那我们把这根短的弄长一点，那我们就从另外一头我们反方向我们扯一下，看它是哪一根，然后反方向把它把这个扣头捏紧。我们要多少？我先抽一点出来，这抽出来这点我们就想把它给它短的那边，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反方向一点点的把它抽到就是另一头就会多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大家要有耐心。你看已经到扣鼻这里了。这根标记的绳子它可以移动，反正它在这里。
总归你就是慢慢的收紧，拉伸收紧，然后不要让扣条在这个过程当中拧。总归，当你找不到它的出口在哪里的时候，你拉个这个线的另一端，你就这个可以发现它是朝哪边走的，你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拉就好了。就是记得用钝头的镊子啊，要免得把你的扣条，特别是你用的针丝或者电力纺，把面料给弄坏了哈。你看这样子就拉起来了。然后这根绳子有点粗了，我们弄根细一点的，弄细一点。最好是有一个回形针，你弯一弯，这样子也方便。反正把回形针掰直了，夹在这里别一下，你就知道在哪里，也不会损坏你的那个扣条的面料啊。我就为大家看得清楚一点。你看这个鼻子啊，在紧的这个过程中，鼻子不要留那么长，最终稍微有一点点凸起就行了啊。然后我们就继续这样子慢慢的拉，就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有拧过来的这种绳啊，你把它捋平，不要让你的扣绳在中间是一会儿拧成这样，一会儿拧成那样，不要打结啊，打结就不好看了。而且要保证你的，要么你的就是你的这个扣条缝合线都朝同一个方向，不要一根朝上一根朝下，这会儿就会影响我们做那个。好，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扣好了，可以看到我们把鼻子稍微再提出来一点，稍微提出来一点。缝合线都朝同一个方向，不要一会儿是朝上一会儿朝下的，这样也会影响。发现有一些扣绳它拧起来了，我们要稍微整理一点，要让你的这个扣头看上去饱满。提一提，让它稍微有点突出就可以了。发现有一些扣绳它拧起来了，我们要整理一下，让整个扣头看上去平滑饱满，尽量不要有那个折起来，在表面的这个扣绳它被勒的来缩成一根细条啊的这种情况，都是舒展的。
们把这个拆出来。尽量在表面的扣绳呢，不要被勒的来缩皱起来啊，这样非常不好看的。竖着。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鼻子出来了，拆出来，看稍微有一点点突出就好了。还有，再把它整理的更圆一些，啊。好，鼻子出来了。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那个整理的更圆一些。葫芦扣的部分，那一根长一根短。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那个，我们把它竖起来，扣条竖起来，那么长的靠近我们自己做的这边，短的靠外面，那么而且它顶上，你把它竖起来的话，上面这个不是你不是缝合线吗？你的扣条的缝合线，你的扣条缝合线应该在下面，而不在上面。你要保证你的上面是光滑的那一面。那么竖起来的时候，上面是折边啊。上面扣条如果实在是就是有拧起来的话呢，你可以用那个扣条这样子塞进去，在中间这样子，在里面把它转一下，转一下啊。缝合线朝下，这样就很不好看，因为缝合线它毕竟和折边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实在有拧起来的话，你在这个蜻蜓扣的底部把这个扣条转一下就好了。保证它的方向一致。OK， 我们先盘短的这一条是我们的这个葫芦扣的上面这个，用尖头的镊子夹住一端，然后这一端我们做一个斜的斜剪，也就是朝上的这边要短一点，朝下这边要长一点，就缝合线这边要长一点。啊，这里是缝合线底端，这里是上端，让它上面短一点的话，那我们在卷这个圆盘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就是把线头给露出来，不会从这个你看这种是就是外面买的就是成品的盘口，它的头上它这里没有剪的话，这里就有毛线头出来，对吧？毛头出来，那我们把它剪掉了之后，那我们的中心就不会有这种毛线头了。然后用尖端夹住这个，它没有剪，它的头上就会有线，没有缝线的一端，光滑的一面朝上。好，然后顺时针卷，卷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都在同一个平面上，然后松紧度是一致的。扣条的末端，没有缝线的一端光滑的这一面朝上，顺时针卷的时候一定要卷得很紧，保证你的每一圈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松紧度要一致，而且都要很紧啊。你卷得松，你就有可能松紧度不一致；你卷得紧的话，整个都会看上去非常的工整。好，快到头的时候，你差不多留一个，你让它两个是在扣头和这个在一个水平线的情况之下，你让它这个扣头和圆盘之间，它大概留一个0.5厘米到1厘米之间的距离啊。我们最终完成的话不会留那么长的，最多就是0.5，但是我们留到0.5到1厘米之间的距离，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把两个圆盘缝合在一起的时候，让它更加的，就是有余量可以供我们来修改。差不多，最终完成的话不会留那么长的，最多就是0.5。但我们留到0.5到1厘米之间，我们最终我们可能在两个圆盘缝合在一起的时候，
有余量可以供我们调整它的这个方向。再卷一次。线没有穿好，所以再来排一次短的那边。好，一定要我们从反面中心入针，反面的中心入针，把它固定。好，取下来，镊子取下来。好，翻到反面，我们从反面中心入针，反面的中心入针，固定，来固定这个小的这个圆盘。然后从侧边的1/3，就是不要超过1/2的地方，1/3的地方你出针，然后你就要准备把这种小钳子来拔针，因为这个厚度比较厚的，你用手拔可能拔错了，把针拔断，把线拔断，把自己伤到也不好。像这种手工的小工具，就是最好是要备一套的。小钳子，手工的小钳子。因为口条的厚度比较厚，用手拔。你要做的时候，你要用同色的丝线做。我现在是给大家看，所以我用的是不同色的，这样子大家容易看得清楚一点。最好是备一套的手工小钳子。你的这个从中间圆心向侧边，这样子像放射性的这个射线一样的。你做的时候尽量保证你的每一针的，就是针距，就是均匀一点，这样会看上去会更好看一些。我们虽然是一些背后的别人看不见的活，但是自己把它做好，这也是工艺的一个体现。做的时候尽量保证你每一针的这个针距均匀。不要太用劲，特别涉及到你的面料的话，你太用劲了，你整个面料，你会把你的这个圆盘给拉变形的，就不好看了啊。不要太用劲，特别涉及到你的面料的话，好，整个面料先留在这里。会把你的圆盘。好，这是我们的上面这个盘，我们现在来盘下面这个盘。弄变形就不好看。上面这个盘我们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用4针把它固定了，我们先放在这边，针也放在一边。然后我们来盘下面这个盘。下面这个盘也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我们等于是这样子。最后我们是要这样子把它绕过来，绕到这个另外一边的正中线的地方。下面这个盘也是一样。好，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以一个顺时针的方向转动这个镊子，顺时针的方向转动这个镊子来这样子盘这个盘，好吧？也是一样的，剪掉。顺时针的方向，斜的剪一剪，然后我们来转，来这样盘这个盘口，也是一样的，头部做一下修剪。你的扣条一定就是，你的扣条一定要就是熨的平整的啊。
至于多长的扣条呢，你自己先盘一下，盘到你想多大就多大，想多小就多小，这个完全是你自己决定的。盘出来的那个葫芦扣才好看。你的扣条呢，这个葫芦扣还有盘香扣和其他的这种直角扣不一样，它要求的扣条是平的，就会有波浪，就不会好看了啊。这个葫芦扣还是盘香扣，这种一定要熨烫平整。它和直角扣这种还不一样，它就是一定要求盘的这个地方扣条是平的。好，我们大约来看一下。这个大小比例，这个大小比例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再来先把大头的这个主要的位置，就是主要的圆盘，我们先把它固定了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对位置。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再来先把大头的这个圆盘，长的是在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包着它的。我们也是一样，先固定一下它的这个圆盘的形状，先用指针固定，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对这个大小圆盘的位置和它们相对于这个蜻蜓扣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再上来一点。看这样子包着。然后这样子，对吧？我们差不多对好位置了之后，好。然后我们翻过来，从这边不要太长了不好看啊，对吧？好，大概估一下位置，然后我们来对好位置，我们来翻到反面。然后我们翻过来从反面，那我们。反面原来这针是在外面的，看到没？然后从这个的小盘子的正中间穿进去，然后从大圆盘的侧面，因为是从小圆盘的正中心穿进去，然后从小圆盘的侧边出来。这是在侧面的，然后我们再从小盘子的正中然后我们从大圆盘的侧边直接对穿它，不从圆心出来，直接对穿它，我们来固定它的位置。从小圆盘的侧边出来，然后再平穿进大圆盘的中间，直接对穿它，不从圆心出来，直接对穿它，我们来固定它的位置。好，对齐，保证三个圆在一个三个圆心在一个直线上。就是，然后再把两个圆盘位置固定，这样穿一针或者2针穿过，也是可以的。好，你对齐的话，你要保证下面两个圆盘和上面的这个扣头在三个相当于是3个圆的圆心在一条直线上，不能歪。我是选择从小圆盘的中心穿过，从小圆盘的侧边出来，再从大圆盘的一边的侧边出来，再从大圆盘这一边穿过它大圆盘圆心的这个直径的另一端出来。当然这个就可能你当心把手你要是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太厚了，我们从中间。我们从这个大圆盘的中间穿出来，有点太厚了。太厚了，我们也可以选择从大圆盘的中间穿出来，先固定个100。看一下。镊子很重要，当你要处理比较厚的面料的时候。所以最保险的其实还是分别
大圆盘、小圆盘分别固定之后，再单独去把那个它们2个圆盘穿起来。小圆盘的不然的话，中间你一次性又要保证你的圆盘不变形，又要保证把那么厚的面料把它穿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啊。新手就不要这样尝试了，新手就还是分别固定。我先从小圆盘的中间入针，从侧边穿过来。好，然后从对应的大圆盘的，从对应的大圆盘的之后侧面。好，我们来，然后再从对应的大圆盘的圆心对应小圆盘的位置，把针穿出来，做一个对穿，做一个直径，大圆盘直径方向上的一个对穿，也是从另外一边的。你看我们差不多这个位置这样子就固定了。我这个大圆盘做的有点大，从圆心出来吧。看到没？好，然后我们一样的，在反面把大圆盘中间出针。那差不多我们的位置就几乎固定了，可以看到3个圆是在一条圆心在一条直线上。好，我们一样的在反面把大圆盘以放射性的这种中间入针这种情况，把它侧边出针的这种针法把它给固定。中间入针，侧边1/2出针。所以呢，你这个做葫芦扣还是尽量不要做的太大。我这个做示范我也就没有特别讲究。其实这个葫芦扣我相对而言是做的有点大了的，包括这个成品的葫芦扣其实都有点大了。手工像这样的手工软扣布扣的话，差不多我觉得1/2的大小就可以了，最多2/3。所以说你的扣条的话，像这种情况下扣条你可以做的就是再细一点，那就要用手工来做了。手工来做扣条你可以做的更细一点。那像这个淘宝这种成品的双色扣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你就2个颜色，反面正面2个颜色的布料，比如说黑色白色，你让它们2个的正面相对，左右都各车一条，各车一条线，2条线之间的距离0.5厘米之内。这个你可以测到0.3厘米的，因为你直接这样子测的话，你可以测到0.3厘米。然后再修剪你的缝线，然后再把它翻出来一样的，但是你还是注意要熨烫平整并且你的线一定要车得很直，不然的话白边翻到黑边去，黑边翻到白边来，看上去就不好看了。好，我们圆盘定型之后，我们再来把2个葫芦之间这个位置再固定一下。好，再把外面长条包着的那个包着小的那个的一圈，在外面这一圈再固定一下。
然后把这个扣脖这个地方这2条扣条捏紧，然后把它捏紧之后固定2针，从下面绕线固定2针就可以，不要多了，多了整个脖子会显得硬。而且我们在上扣的时候本来也会继续在这个部位就是固定操作，所以你这个时候缝的太多了的话，然后会影响最后的效果。2针就好了。然后最后一针从扣脖这里进去，从圆盘中间小圆盘中间出来打结，剪掉线尾 ，OK， 这样就完成了。好，再把扣鼻整理一下。背面，背面你的就是关键，你可以把大盘箱的这一块，你也把它先用2针固定。关键这3个球，它的圆心要在一条直线上，不要歪的啊。这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你要慢慢的练。如果你的面料比较软的话啊，你要特别小心，你在做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因为一用力，你看这里，你的圆盘就会被你的线拉的变形啊。好，我知道他们还有就是像做这种扣子，它会在那个扣条里面敷一层衬，确保整个扣条都是比较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成品的黑白扣条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也可以考虑试着这样做。另外扣判的那边呢，就很简单了，因为它尾部和这边是一模一样来做的，但是呢，它就是做扣判的时候，你就不存在扣头的问题了，就简单多了。你扣判的地方怎么弄呢？就是这样，也是一样的，缝线朝下，然后你先套一下，就是你这边不是刚才说你需要量一下你的每一个圆盘用多长，然后加上除去扣头之后下面是多长，然后包括扣脖啊，包括扣子在内，然后用一根扣绳包住这个扣头，稍微紧一点点，因为面料有一定弹性嘛，你稍微紧一点点绷住它，稍微有点弹性，也就轻松的扣头就轻松的穿过，不要太松，太松穿不过，就是刚刚贴着它的这个扣头，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如果把扣头考虑成一个圆的话，那就是它的圆周，刚刚贴着这个外侧扣头的外侧，你这样自己套一下差不多了啊，不要太松，记好这个位置啊，用水削笔或者是用针吧，用针先把扣头的位置固定，2针先固定一下，扣尾的话也是用刚才同样的方法来盘这个圆盘就 OK 了，所以扣头就是这个地方，你固定了之后，后面的这个盘法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是直角扣的话，那就不存在后面盘扣头的问题。你盘好扣头之后，你直接后面，截取同样的长度，你记好你是多长，然后你做扣判的时候也是一样，扣好你的扣头之后，在扣头的地方用一根线，先缝2针固定，然后
扣尾的地方，直角扣就不存在扣薄了，你就直接是头到尾一样长，尾部你记得你那个弯进去做那个扣尾的那个地方，你要留出来0.5厘米的样子。这个盘扣说实话真没有什么诀窍，大家自己多多练习，做个10几个就差不多了。好，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上扣子。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演示一颗大襟上面这一颗就可以了。你首先，把这个面料大襟这里整理平整，那你先要做一下标记线。一般来说，如果是厂字襟的话，一般在1/3，距离中心线1/3差不多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在厂字襟拐弯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啊。作为你前襟盘扣的位置，虽然这是一根斜线，一根有弯度的这个曲线，你在划的这一段，你可以近似的把它看成一段直线段，那么你做这根直线的垂直线，我上扣这边用的成品扣、葫芦扣的盘法，刚才已经教过了啊。我自己就懒得再盘了。女士的话都是扣头在左边大襟上，扣判是在右侧啊，在小底襟上面。那么你比划一下你做的这个盘扣的位置，尾部标记一下，这个是要根据你盘扣的大小，把它的最长端标出来，用水小笔标出来，然后把扣判套上去，把另外一端最长端也标记出来。用这个直尺来摆的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倾斜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它是要垂直于这一小段的这个开襟处的。也有一种它是直接就是物理性垂直，从上到下的垂直，但我个人喜欢这样的垂直。好，我的点画好了，然后再用直线把它连起来。标记好之后，你再来缝扣子。那么缝的时候呢，也是从侧面1/2处出针，扣头会超出边缘的地方。你如果是丝绸啊那种比较透的面料，那你就剪一小块同色的表布，把它折成那个长方形，垫在这个衣襟的内侧，垫在衣襟的内侧，这样子来做，以免损坏你的表布。同时，因为是同款布，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如果面料有透的话，从底部的中间入针，然后从侧面1/2处出针，上这种盘扣就会比较简单一点，比上直角扣简单一点，因为你只需要固定就行了。这样子一圈绕过来，好，然后再固定一下扣脖。像直角扣的话，你就还是需要连形状都要出来，都要保证。所以说直角扣其实做起来简单，上起来难。像这种盘扣是做起来难，上扣的相对而言更简单的。你的针脚不要太密，但是要均匀，特别是你出针处的这个高度越均匀越好看。这个也是需要你慢慢练习的。我是教在这里，但是你要自己去做到。
你的针脚都要藏在这个圆盘的下面。就手工的极致是在哪里呢？正面好看，背面也好看，这个你就慢慢体会了。刚才说了，用很薄的面料，一般是会在盘扣的下面剪一块同色的纯棉布，大小跟你盘扣差不多的，垫在下面作为上扣子的垫布。你上好了之后，可以把边缘修剪一下，不然你直接上在你的表布上的话，没有垫布就可能会让你的面料变形，而且会损害你的面料，特别是你穿了几次过几次水之后，你面料可能就会坏掉。好，然后脖子加固扣脖，也是加固2针，从1/2出针，出针入针。就但凡你露在外面的针距，一定要均匀平整。背面这个你慢慢修炼。然后上好之后，在背面打结。就是在开襟处，你如果需要增加暗扣的话，你自己定好，你就是试穿以后，你上好扣子，你试穿以后，你觉得哪里可能有点豁开啊什么的，你在那里定好位置，自己加个暗扣就行了。暗扣就不用我教你怎么上了，对吧？暗扣要加几颗，加在哪里你自己看，你觉得哪里豁开不好看，或者你觉得这样或者也没有无所谓，这个你自己可以去决定的。好，另外一边也是对去尾部的端点，顺着这个直线的方向。关键就是你标记要做好，然后你按照你的标记来缝，就 OK 了。缝法也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加固扣脖。好，完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衣服，然后决定在开襟处哪里你需要加暗扣了，甚至不加也是可以的。如果穿上去效果好的话这件倒大袖小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姐衣是可以定制的。那么大家如果想定制呢，直接在我店里面，我会在我原来的那个就现在叫临江旗袍那个店里面把这个旗袍的定制链接放出来，到时候大家直接去拍下来，然后微信联系我就可以了。这个款式其实是比较实穿的实用的款式呢，你日常穿配牛仔裤配百褶裙就是穿上去也不会显得日常穿的很突兀，不会显得很突兀的。特别你在面料选择上，你看我可以选择这样的卡通图案，你也可以有其他自己你审美上你个人的个性化都可以的。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款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出自己喜欢的这个倒大袖小袄出来。然后呢，我想说明的是，就是我现在2个店，一个临江旗袍店是定制店大家如果有定制旗袍的需求，可以在那边来找我，就是 studio82点淘宝点 com。那么另外一个店是studio82的2号店，专门卖纸样的。那么你搜一下 studio82搜店铺，肯定就搜到我了因为淘宝上卖这个平裁教程。应该就是卖的最好的，好像就是我们家。那我们家就是也不会说是像其他可能就是老师傅，他觉得他要教你的话整套的全部所有的都教完。那我觉得旗袍缝纫这个东西，特别是缝纫旗袍这个东西，不管是平裁还是西式旗袍，那么其实都是这个比较家常的活儿。那么你可以为自己做出自己合体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推那个通过纸样来做的。最开始只是为了方便那些不会打版的，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这个平裁旗袍的打版跟其他服装的打版还不一样。平裁旗袍打版其实相对更简单一些，我也经常在跟大家讲的。所以呢，这个反正就是你得自己就是你得自己慢慢的琢磨。你会了这个方法之后，你其实可以创造出适合你穿的你想穿的各种各样的旗袍，甚至是你可以通过平裁这个方法去做一些现代服装都是可以的。其实没有什么传统和现代之分，只有方法之分，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大家不要拘泥于一种就是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框里面，要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废话说的有点多了，最后一个废话就是我发现有在闲鱼里面卖我的教程的朋友 ，OK， 他是先在我这里买了之后，自己又跑到闲鱼上去转卖。那么我对这种行为是否定的。我觉得首先你要尊重我的劳动，那么也尊重你自己的这个人格OK。而且我就是大实话说，我这个买的根本就不贵的。你如果要去买这样的盗版的盗取我的工作成果的这么一个教程来的话，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是得不到我在缝纫方面的任何的指导的。而买我教程的那个人，你又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指导呢？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量一下。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那么你觉得你的底线在哪里？你可以自己的去选择你为了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底线吗？我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选择的。
废话就不多说了希望大家缝纫愉快我是 Studio 82的Elaine，OK，感谢您的观看。